土象星座会卯上没道理的事，当结构被挑战时，土象星座会觉得全身不对劲，然后卯上意志力，耗多久时间也没问题，直到校正回归为止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用灵数来解说土象星座。在四大元素中，土象征结构性，世界万物都是这样组成，地球、植物、动物、建筑、社会制度全都是，看得到摸得到的全都值得学习研究。规则、逻辑、架构对土象来说非常重要，认为世界之所以能运转，就是有这些存在，要尊敬、感谢、配合，所有人才能安居乐业。当结构被挑战时，土象星座会觉得全身不对劲，变成无情绪的口气，耗多久时间也没问题的状态，然后卯上意志力，直到校正回归为止。如果觉得土象星座有点沟通不了时，和他们说这件事没道理就能结束吗？当然不会，除非你比他们更有经验，想法更周延，不然他们反而会更加焦虑不安，觉得你太天真。毕竟检查结构不能只看一面，太随便了，前后左右上下只是基本，还没看强度、耐受度，再来是时间顺序，安排先后次序是否合理，动不动就砍掉重练，未免太浪费力气和资源。看着土象星座这么龟毛，可能会觉得是吃饱太闲，只要他们有把你一起照顾进去，就心怀感谢吧。来总结一下，在意结构性的土象星座，他们常常问别人，这件事总该有道理吧？讲道理听起来就感觉很严肃，是吧？其实这不是在逼问旁人，更像是自问自答，因为没有道理的事会让土象星座非常不安，就像没打地基就往上盖高楼，是不是很可怕？现在动作越快，堆得越多，倒塌时就越难收拾，这才是土象星座深层不安全感的来源哦。如果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又说不上来时，请回头检查。只要结构安全了，土象星座的动作也会变快的。土象第一位是金牛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4月和20天左右的5月，月份数字4、5。大约是有家又想流浪的概念组合，有家可以回很重要，是安身立命的重要据点，为此挑选可以全身而退的探险就是关键。用灵数分析金牛座，就是谨慎与放浪的高反差萌。数字4让金牛座对家的定义很有要求，可能喜欢是全家人一起享用晚餐、讲讲话，或是弄个舒适的客厅，谁来都能喝茶、品酒、聊天，很讲究生活品质，即使是宅在家也绝不妥协。数字5让金牛座喜欢不可预测、充满惊喜的事，例如认识新朋友、吃个饭、上夜店、打打牌、喝喝酒，或是玩运动彩券、股票、外汇、期货、买房置产，这些难以捉摸，还可能变成财富的东西，很有魅力。数字4和5的交互作用，让金牛座看起来超然，却谨慎务实的用纪律保命，勇敢的挑战未知领域，和傻傻玩命的赌徒不一样。也许爸妈就是靠山，或认识圈内大手，偷偷练了 N 年的基本功才出手，算是早早买了保险，确保复活能力才来挑战的。总之，金牛座是有练过的，小朋友不要学，别以为看起来斯斯文文，讲话慢慢的就是弱咖，人家可是从小就会在饭局敬果汁问候长辈的高手，温文有礼，口碑良好，累积的靠山多到吓死人。高级金牛会用技术来隔离讨厌鬼，毕竟吵架太 low 了。数字5的后坐力会让金牛座的人脉矿产惊人。为什么会用矿产来形容？因为表面看不出来呀，紧急时刻请来的大咖往往会吓死人的。即使个性有点固执、保守、讲究分寸体面，多半会留给人很有礼貌、懂谦让的深刻印象。这个好印象可是让金牛座无往不利哦。不只有干爹干妈很厉害，连三教九流都有麻吉。不信去问问看，请金牛座介绍可靠的朋友帮忙，可能从修车的、当医生的到传教士都有熟人，是不是和金牛座当朋友会比较划算呢？土
土象第2位是处女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8月和20天左右的9月。月份数字8、9是推不掉，只好再利用的概念。既然什么都得接受，最大风险就是变成垃圾屋。但如果里面有误丢的宝藏，当然也就是我的咯。用灵数分析处女座是照单全收的资源回收高手。数字8让处女座看起来比同年龄的人懂事，通常是全班最大的人，当然会被老师要求帮忙，和还没开窍听不懂老师要求的其他同学相比，是小老师助教的首选，算是很得长辈缘的孩子。数字9让处女座会产生明显的抽离感，除非玩开了，不然会给人距离感一直都很强烈。当然很多时候处女座会觉得同年龄的人长不大，觉得无聊无趣，就偷偷神游或借故溜达一下咯。反正事情有做完，人也回现场，就不能说什么了吧。数字8和9的交互作用，看起来沉稳淡定有想法，处理人事物能用高一阶的气度，慢条斯理面对，讲到对方听懂为止，或是讲到对方投降为止。因此被委以重任是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事，所以不能没大没小，冒犯长辈就是最大的包袱。总之，处女座就是长辈觉得你小，同辈觉得你老，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，找不到同温层的尴尬状态。从小期待可以甩开幼稚的人事物，但只能靠自己。请聪慧的处女座努力学习，让欣赏你的长辈们在你准备好时大方给你机会，值得期待哦。数字9的后坐力让处女座习惯当旁观者，想要找到背后运作的法则而愿意学习努力，认为了解根本原理，才不会被表面的现象迷惑，也懂得位子站久了就是自己的这个道理。等在背后不主动，有表现的机会时再发挥，不用急切，快一定会有疏漏，冷静才有优势。收集资讯，保留体力，认真思考分析，轻松驾驭外，还能掌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最好是大家都不想要，只有自己懂得其中精髓。这种超越平凡的规格，要是能遇到知音，就棒极了。土象星座第3位的摩羯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12月和20天左右的1月。月份数字12、1是动力与承载量很厉害的超人，不止自己前进，还会带着大家一起进步，就像有轨道有动力就能高速前进的列车。用灵数分析摩羯座是持续推动改良的计划通。数字12让摩羯座小时候是纯真可爱的乖宝宝，算难得好照顾的小孩，让妈妈有中乐透的感觉。长大一点还会主动帮忙，先不论能力和资质如何，对家里的大人来说，真的是贴心懂事的好孩子。数字1会让摩羯座一切只能靠自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令人放心的孩子，所以大人不用管太多，或是爸妈没空，只能拜托隔壁阿姨、爷奶照顾。大人生活的压力，是不是又让小摩羯更早熟了呢？数字12和1的交互作用，让摩羯从小就明白，人无法独立生存的，更不可能靠自己长大。理解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懂得善缘很重要，而且得罪别人，最后倒霉的是自己。不如退一步，主动帮忙，免得被讨厌，算很可靠的团体伙伴。总之，摩羯在没有韧性的空间中长大，会想象幸福应该是有像自己一样可靠的人来照顾自己。这真的只是想象，通常全家都 get 不到这个点。家人常常是一个比一个任性，一回到家就想放松，乱糟糟、懒洋洋、扑龙宫才正常，完全互补的存在。数字1的后坐力会让摩羯座看着遥远的未来，但旁边的人简直是超级大近视，完全看不见。这种落差会让摩羯座看不下去，所以更努力。为了补足实现达成只有自己看见的未来，只能亲力亲为的做给大家看，让人跟上来。也想让家人有依靠，会理所当然的变成工作狂。能结合兴趣的工作，对摩羯座来说是极大的幸运。真的想休息时，不如带全家去1破20彻底放松，让脑袋放空，身体放松一下。没心机的两光家人，反而会是协助减压的好伙伴哦。没想到
道灵数，也能用来认识星座吧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